欢迎收听挣脱控制，如何面对情感占有。我是心理咨询师小芬。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很多人都曾经遇到，却不太敢公开谈论的情感问题，如何辨识和应对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欲和占有欲。Hello， 我是临床心理师大伟。这确实是个我们在咨询室常见，却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对方的控制行为是因为太爱，但事实上，这些行为往往与爱无关，反而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模式。没错，很多人会混淆爱与控制。爱是给予空间和尊重，而不是监控和限制。大伟，你能否先跟听众分享如何辨识一段关系中的控制和占有行为的警讯呢？当然，首先我想强调，恐怖情人不是电影里的夸张角色，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让我分享几个主要的警讯。第一，对方会频繁查看你的手机、社群媒体，要求知道你的密码，甚至监控你的一举一动。就听起来像是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呢。是的，隐私被侵犯是很明显的红旗。第二个警讯是对方试图隔离你与朋友家人的关系，他们可能会说你朋友对你不好，你家人不了解我们的爱之类的话，目的是让你变得孤立无援，更加依赖他们。这确实很危险，因为当一个人被隔离后，就更难脱离不健康的关系了。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警讯？第三个重要警讯是情绪勒索，比如说，如果你不某某，就证明你不爱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这类话语。他们利用你的爱和内疚感来控制你的行为。第四，他们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下子极度宠爱你，一下子又冷漠暴躁，让你始终处于走钢丝般的紧张状态。这些确实都是非常明显的危险信号。我也想补充一点，如果对方在你提出分手时不断骚扰、威胁或跟踪你，这绝对是严重的恐怖情人行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情况。大伟，你有什么建议吗？面对这些控制行为，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能够改变对方的。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界限。可以从小事开始，比如当对方要查看你手机时，明确表达我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这是我的底线。设立界限确实非常重要，但有时候表达界限后，对方可能会生气、哭闹或指责你不爱他们，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当你设立界限后，对方往往会用各种方式测试你的决心。这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非常重要。你可以温和但坚定地重申，我理解你的感受，但这是我的需要，希望你能尊重，不要因为对方的反应而动摇或内疚。我们也要注意，有时候对方可能会威胁自残或自我伤害，让我们感到害怕和责任感。这是一种极端的情感操控手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记住，你不需要为对方的行为负责，可以寻求专业协助，如报警或通知对方的家人，但不要因此而回到不健康的关系中，这只会让对方学会用这种方式控制你。对于那些已经认识到自己处于控制关系中，但不知如何脱离的听众，有哪些具体步骤可以帮助他们呢？首先，建立支持系统非常关键。告诉你听信的朋友或家人你的处境，让他们知道你可能需要帮助。其次，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帮助你处理情绪和制定安全脱离计划。最后，如果担心人身安全，不要犹豫联系警方或家暴专线寻求协助。那对于已经脱离这种关系，但前任或前伴侣仍然纠缠不休的情况，有什么建议吗？对于分手后的纠缠，有明确而坚定的表达，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请不要再联系我。尽量不要任何形式的回应，因为即使是负面回应，也会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关注。保留骚扰的证据，必要时申请保护令。最重要的是，不要独自面对，寻求亲友和专业人士的协助。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预防胜过治疗。在一段关系的初期，就要注意对方是否尊重你的界限。一个健康的伴侣应该支持你的独立性和个人成长，而不是试图限制或控制你。
没错，一段健康的关系应该让你感到安全、被尊重和被支持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常常为了取悦对方而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或者感到恐惧和紧张，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警讯。最后，我想强调，每个人都值得一段健康、平等而且充满尊重的关系。如果你正在经历情感控制或占有，请记得，寻求帮助并非软弱，而是勇敢和自爱的表现。绝对是如此。设立健康的界限，不仅保护自己，也可能帮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问题。但请记住，你的首要责任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健康，而不是改变或拯救对方。感谢大伟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若你有任何关于情感关系的问题，欢迎透过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与我们联络。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小芬，也感谢各位听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建立更健康、更平等的亲密关系。再见。